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这里是大溪渔港。今天又是万恶的拖网船影片，这次拍摄的日期比上一次影片更之前。来大溪渔港主要是想要拍樱花虾跟胭脂虾的捕捞作业，但是很难约得到。海虾都是用拖网才能捞到，大家都很喜欢吃，但不想看到船只作业，期待有一天虾子会自己跳出水面来。上一次的拖网影片果然引起了广大的干屌，拍摄跟上片之前都再三跟船家打预防针，让他们不要在意网络上的恶意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希望能拍看看三角虎或流刺网这些效率更高的作业方式。在这个年代，捕捞效率高就代表很不永续、不环保，好像是个人都能够上来踩你两脚。但如果没有这些出海的画面，大家也就缺乏具体的讨论素材。永续尖兵们也没有平台跟管道抒发他们心中的想法，就没有办法让全世界知道他的高尚情操了。所以有机会我还是会持续拍摄的，让他们能看完标题就直接开干。影片播出之后，有各种私讯留言给我，说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你口口声声说永续，却拍拖网渔船，为什么不把那脚虾放回水里呢？我从不谈永续，因为我不了解。在我人生当中有35年岁月，自己吃的鱼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鱼从哪里来的不知道，更别提鱼是用什么渔法捕捞上来的，之间的成本关系是什么。像这样子的人在做了 YouTuber 之后，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永续大使、海洋代言人了。靠，这实在是太虚伪了。我只是一个消费者，一个爱吃海鲜的俗人，我就是想要吃看所有最新鲜的海鲜。我的频道一本初衷就是吃生鱼片而已，我不需要用永续这个议题来赚流量，就给那些比我更懂的人去喊就好了。用嘴巴谈永续很容易，选择性的拍摄，文稿写得高高在上， AI 能一次给你几千字，但有意义吗？所谓的永续就是选择性的捕捞，并且控制单一物种的捕捞数量与大小，维持族群的整体数量。但人类的数量，尤其是在亚洲，早就已经超过了整体环境承载力，还一直想要想办法新增更多人类，资源耗尽只是迟早的事啊。就像马斯克说的一样，拉长来看，地球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，只有时间长短的区别，所以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谈永续非常实际的会有利益冲突，所以必然需要公权力介入，设置游戏规则与罚则来执行。所以在那个没有更强力的作为情况下，喊出来的所有永续都是假议题。我过往的经验，只要提到那个，最后都会变成脑残的颜色大乱斗，所以我就用那个来代替了。而就算那个很用力的搞永续，你不捞别人会捞，你不补别的国家会补，那又何必得罪了选民，又爽到其他国家呢？最后大家猛买进口渔货，反正只要看不到的都最永续嘛。那我不是从业人员，没有实际的靠捕鱼生活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不同的渔法，不同的价格，我拍个10几次出海，成本一目了然。要永续，就使用没有效率的捕捞方式，让整体的鱼价拉高至少1倍以上。在消费者不愿意给永续渔法的渔获更高的价格之前，谈永续环保完全没有意义。而且当人们要花高价的时候，也只愿意买进口的渔获。也许进口的渔获更永续吧。看看那些欧美的美式围网船、卫星定位、直升机巡渔、小艇赶鱼、抄家灭族，真是永续到不行。只要台湾本地的鱼就会被嫌贵。看看我频道里面所有的留言，大部分的人只在乎便宜好吗？鱼价一高，人们就会说，那我就不要买就好啦。谈永续的渔民最后全都会饿死，你也不会同情他啊。我想等我出海个50次之后，也许就有这个资格跟各位好好谈谈永续了。不过也不要难过，下一部片
是史上最永续的作业方式，敬请期待。今天早上大约5个钟头的作业，整个海面都是船，想要赶中午前回港，提供给大量的消费者购买。那拖了一网鱼起来，接着就是把鱼分类，把那些小鱼跟碎肉也都收集起来，送去工厂做鱼饲料、鱼浆。养殖鱼是需要吃鱼油跟鱼粉的，来源就是下杂鱼。所以说养殖鱼很永续呢，也不完全正确。这些捕捞上来的蛋白质最终都会有其去处，转换成你不知道的样子。那带我出海的陈船长说，大溪渔港大约有400艘船，大部分是拖网，很多摊商自己都有船，但是捕不到鱼的时候批来卖也是很常见的。实际上捕获量无法供应络绎不绝的人潮，来买鱼的人超多，这么远跑一趟，结果渔港都没有鱼，会非常失望跟生气。所以不见得有船的摊位卖的就一定是当天的现捞鱼货，冷冻的、进口的、养殖的也都很多。那捕到的鱼直接就放到摊位上来卖。今天有捕到霸吉辣，我想要买回去做生鱼片，要赶快买，不然就会被抢走。旁边有个摊位是在卖樱花虾的，清晨捕到的虾就放在大桌子上分类，这是用人工筛选的。这里一篮一篮的有3种虾，樱花虾、白虾、赤红虾。樱花虾的价格是其他的2倍。樱花虾1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开放捕捞，多买一点回去做干燥，冷冻起来可以吃很久。回到家立刻处理樱花虾，把樱花虾铺平在果干机的层架上。真正的樱花虾很小，有粉红色的花纹，白色的、深红色的都不是樱花虾。挑选的越仔细，价格越高。我这次多做一点，做了频道会员抽奖，之前已经寄出了，给大家吃吃看真正的现捞樱花虾。接着处理霸基辣，这个中文正式名称是刺鲳。鱼鳍、鱼鳞跟鲳鱼都有点相似，鱼鳞跟白鲳鱼一样很容易剥落。我查了一下，刺鲳在日本的网站上评价5颗星。他说做成一夜干是极品，也有人做生鱼片，跟台湾一样是一种以前极便宜现在极贵的鱼。霸基辣大部分都是拖网捕上来的，我们一般在网络上看到在卖的，甚至在渔港卖的，都是东南亚冷冻进口的，价格是现捞的1半或是1/3，肉质细致，很受市场欢迎，而且是别国拖网捕捞的嘛，破坏的是他们的环境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大家都吃得心安理得。因为现捞的很少见了，所以今天的霸基辣我包鬼，1半给亲友，1半自己吃。我第一次看到现捞的霸基辣，而且是亲眼看着它捕捞上来的。生鱼片听说很好吃，今天必须要试一试。其实我的影片可以只从处理食物的片段开始做就好，文案写一写，科普一下，不需要去拍那些会招骂的捕捞方式。你看其他做海鲜的美食频道会跟你谈捕捞吗？出海耶，刮风日晒雨淋，再换来各种骂，犯贱嘛。把食物弄得很美好，画面很精致，吃的时候露出各种痛苦表情，就收工买单了。樱花虾烘干了，这个时候的香味很淡，要吃之前用油炒一下，香气会像炸弹一样整个爆发开来。当然也可以直接吃，完全不会扎嘴，配点饮料的话很香。霸基辣的鱼皮很难去除，
但很坚韧，怎么拉都拉不断。白色的鱼肉让我联想到白鲳鱼跟午鱼的生鱼片。其实我也有自己表达永续的方式，我选择用画面来说话。我不想影响任何人的生计，但我想展现的是真实的世界，不是你们所期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下一部片是一部非常永续的捕捞方式，把你的钱包准备好了，用嘴谈永续是屁。